好的。妈妈也觉得杨娜最棒。每天楼上楼下一起搞卫生都要差不多1个小时。杨娜，你要下来吗？那就下来吧。一起吧，你们在这好好待着哈，等杨娜给你们上幼儿园哈。哭什么呀？然后酷也在那沙发上坐着呢。是小灰吗？我现在是那个是在帮塞尔维亚这边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公司买东西，买一些设备上要用的一些配件，因为在中国买会便宜一些。我来塞尔维亚是因为我先生他过来塞尔维亚了，那个时候是疫情嘛，疫情前，然后他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他停在塞尔维亚，疫情期间去每个国家入境都很麻烦，然后很多政策的限制。想回去的话，那个都是天价机票。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出来的机票反倒更便宜，所以我们当时就买了一张出来的机票，我就直接出来了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。人在哪家就在哪，不一定说非要待在某个地方，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。环游面包。要去环游面包。小弟弟去学校。小弟弟去浇菜呀，小弟弟好能干呀。妈给你写姐姐就吗？你很开心是吧？你一看妈妈切芝士，你就好开心是吧？这个吧。这个不要，这个用来烤面包。是给妈妈。给。好吃吗？我出生在江西客家一个农村，在我6岁前，我记得我的生活还是可以。但6岁的时候，因为我父亲突然之间去世了，所以家里的条件就比较不太好，过得比较艰苦。我母亲拉扯我们兄妹3人，然后我很早14岁，初中毕业我就开始出来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做过保姆，那个时候是14岁的时候，做过2个月，然后我就想着要去广东打工。去了以后发现年龄不够，不到16岁，没有身份证，然后又回来就找了一份临时工，一直做到16岁拿完身份证，又去打工。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打工，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不太行，没文化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会，就只能那种干流水线。然后又开始去上学，后来包括出去兼职，一直到毕业以后。06年，然后我又开始了我的一份工作，算是正式的一份工作，在日企。爸爸的。给奶奶的对吧？对，奶奶。给安娜倒太多了。然后一直干了7年多，后来又在另外一家公司，也是做采购，做了有1年多，我就辞职。后来我们就到了云南大理，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的关系，因为我看我的母亲一个人，她负担很重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看她又做会计，然后另外还在做一份工作，然后又回家里，就我们住在镇上，她又回村里面又去种地。我就觉得其实是觉得很辛苦，就是想给他分担一点，所以就一直也是懂事的比较早吧。所以我妈一直说我可能比较懂事。说我8、9岁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家里很多亲戚的过来农忙帮忙，
然后我妈叫我说女孩子你就别去了。那个就割稻子，那个会弄得全身很痒。她说你就在家帮我洗洗菜，然后等我回来以后再炒菜、再做饭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不但把菜洗了，那个时候还挑水回来，把菜洗了、菜炒了、饭煮了，所有的碗筷摆好了，放在桌上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等着他们回来，他们都惊讶到了。你不等我一起吃吗，亚娜？要是我好像妈妈也还没吃呢，妈妈尝一下。爸爸，干杯！我还蛮喜欢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。因为现在等于是也算是一个事情最少的一个阶段吧，就现在因为有孩子，所以就什么也没有做，不像以前，不管是在大理还是好在哪里，都是有事情做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等于是时间都是在家里面，还有在孩子身上。这个妈呀，这边是什么？哪边是什么？这边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嘛，一个是总感觉好像生孩子压力会特别大，我又看着我身边的人，他们每天就是因为有孩子，然后每天都在加各种学习群，然后老师在里面布置作业，然后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哥哥呀他们都有小孩嘛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没空的时候，我就监督他们做那个作业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我觉得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，所以我在国内我们结婚7年了吧，就一直也没有选择要孩子。但出来以后，我看他们上学上半天，小孩子活得也更快乐，就每天有很多的时间出门去公园呀，然后去那个踢足球呀，这些让孩子出生在这里压力小一点，好像也挺好的，也没有想太远，反正觉得以后的路嘛，一步一步走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这个抽油烟机它很小，就不适合做中餐。所以我几乎很少做中餐，像平时我会做点披萨呀，然后有的时候烤点面包，烤点东西 ，pasta 这种，所以我就更倾向于按照这边人的他们的那个生活习惯来做。妈妈，那我生孩子的时候是在这边，包括从体检开始，我一直觉得他们还是比较人性化，医生护士他们都很小心很尊重，就很有礼貌，就稍微弄一下他经常会说，哎呀你怎么样啦，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呀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，或者哎呀给你扎针的时候一不小心他觉得你感觉到痛，他就会说哎呀很抱歉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弄疼了什么什么，就让人感觉很舒心。然后包括生产的整个过程，我去到医院以后，他是不需要家属陪同的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。陪我的那个护士特别好，他就像家人一样，每2个小时产检一次，然后他就过来，带着我，然后隔一会儿，有的时候他又会过来问一下我，你现在感觉是不是疼得很厉害，或者怎么样？他会安慰你一下，然后教你去调整呼吸啊然后说你有任何事情你都来找我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怎么样，你就是想上厕所，你也可以叫我，他就想给你一种陪伴，就是让你安心。产房这整一个片区家属都不让进，他那个医生护士他把所有的都帮你照顾到了，就你什么东西他都帮你做好了。小孩子出生以后，他们也有那个专门的照顾孩子的医生护士，所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。然后1日3餐他们有专门的那个厨师，然后有人会把饭给你送到床头。然后包括我们是第一次当父母，孩子回家以后，
然后他们这边也是会有派那个护士，生产完出院以后的1周，然后护士会来家里面教你怎么护理新生儿，怎么给他洗澡啊这些，然后帮你看产妇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我整体的体验是非常好的。可能因为当时信息比较闭塞，然后别人会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很危险。我14岁第一次去广东出远门的时候，然后我记得我带了一根针，后头针的尾部有一个那个珍珠头，我就这样夹在腋下，然后当人家坐在车上，就那个男的，然后这样子那个头靠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就用那个针这样轻轻的扎一下，然后人家就赶紧这样看，哎，以为是啥东西，也没啥东西，然后人家又继续用那个又睡觉，等人家睡的又靠到我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又轻轻的又扎一下，又把人家给弄醒。哎呀，当时很害怕，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就有一种莫名的就有一点点恐惧，然后想办法就是自我保护吧。从小浇菜呀、这些播种啊，其实都会参与，但是你说实实在在的种还是第一次，还是没什么经验，所以种的也不是太好。整一个院子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片菜地。到了夏天，就是春天一过的时候，种的东西它就会长得特别好，蔬菜。但是现在是冬天，它就不怎么长。我们今年回来有点晚了，10月份才把这些种子撒下去，所以就长得小小的。等于是初中一毕业，我就没有再问家里要过1分钱，因为我第一次出门，我那个20块钱我是借了20块钱出门，这是我2个月后回来以后我还给人家了。可能现在想想说，以前是不是会太苦了？觉得这个苦嘛，就是你想它，它就是苦；你想这个苦，越想越苦；你不想它，它就不苦。当时只想着一天24小时眼前的问题，然后怎么去解决眼下的问题，不会说那有多辛苦，或者说那有多累，你好像也没有这种想法。痛苦就是这样，越想它，它就越苦；不想，其实也就不苦，因为你每天还是这样子过，不管做什么。我太婆爷爷的妈妈，她是对我影响是最大的。她以前是地主家的女儿，我知道她肯定应该也是经历过很多东西，但是她心态特别好，她喜欢喝酒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从广东打工的时候，就是1年会回去好几趟，因为离得不是太远。然后每一次我要回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提前打电话告诉他，他就会等我，我俩就会一起早上去市场买点菜，然后回来一起做饭，然后2人在家喝着酒，然后聊着天，吃着菜，就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。11年的时候，我太婆已经快90了，她知道自己可能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然后我那一次，她打电话给我说，想我回去看看她，然后我就回去看她了。哎，我回去以后，她竟然精神特别的好，就是比以往都好。6点钟她就起床，然后就没叫我，就自己跑到市场先买了一遍菜。吃完早餐，他还特意带我俩一起在县城，然后找了一家那个卖黄金的那个店，然后他非拉着我去，要给我买一个戒指，因为他知道我可能结婚会比较晚，他觉得他自己等不到那一天，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黄金的戒指。
哎呀，我当时心里就真的很感慨，就他从来他不催我，然后他不会叫我说你快点要去结婚啊，或者你快点要怎么样，他只跟我说，哎，你要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，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啊，不要听你妈催你啊，或者听其他人催你，你就随随便便找一个。我真的很感谢他，就是他知道你可能会有压力或者那个时候，他会不停的去开解你，他不会去给你任何压力。Women only have 5 seconds to be young and beautiful, and then it's gone. And then before you know it, we're old and fat and married and wondering where our beauty went. 我是2012年年底被抱去云南旅行，在泸沽湖边的时候，然后正好就碰上了木然，他背着一个超大的一个包，他过来，我们从客栈约了5-6个人，他举起相机远远的，然后给我们拍了一个照，因为我们看他背着一个超大的包，然后也给他拍了一张，他就举起相机也给我们拍了一张。后来我们就一路然后走到我们住的那个地方，他好像是住在旁边那边，然后晚上我们就一起在那个青旅楼下烤火聊天，就是这样认识的。那我们真的开始谈恋爱的话是在15年了，那个时候他在骑自行车环东南亚这一片。当我们确定说要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正式开始恋爱的时候，他就结束了他的旅行，就半途而废了，是吧？回来，然后我也就跟着就辞职了，我们就一起去了云南大理。我们谈了大概1年，然后我们就选择结婚了，应该算是选择裸婚，没有彩礼，没有房，没有车，没有婚礼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扯了张证，请家人吃了个饭。我没有说可以去省，但是我也没有想要去花那个钱去做那样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最舒服的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麻烦。我觉得结婚就是给自己嘛，给自己看的嘛。可能别人的看法在我这里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不会太去在意别人的那个想法，说别人说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，或者应该要那样做，我就去听。好像我一直以来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我是始终是自己一个很随缘的一个状态吧。打坐的话，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的，因为在大理，然后大理有很多的人，他们有很多的老师呀，还有一些灵修的课程，然后还有一些专门讲佛法的一些师傅，他们也会到大理。包括我们身边有朋友，有的是专门修行，然后有一些是专修的。就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吧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叫我们去听个课呀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自己变得越来越舒服，然后不会再更多的去执着于某一项东西，然后也会就快速的去反省自己。就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当人真正了悟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？他是不是回过头来还是继续生活，还是过完他这一生，继续他这个人生的这样一个体验？像我一样，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想，就好好的体验这个人生，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酸的好，甜的好，辣的好，苦的也好，让自己沉淀下来，然后去享受这个生活中的每一刻，就挺好的。It's okay. Yeah. I can see. 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网上做那个私教课，所以我在跟着他在练习。
like this. You should try to touch the floor with your knees. So 这些，这些的呀。啊，摔倒了就起来，没关系。在这边住了3年多，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，因为人比较少，人没那么密集。对我来说，我就会感觉都是在户外，就一出门就是田野，就没有太多的人际交往，这一点让我觉得很舒服。可能因为我正好就喜欢这样的生活。我这种了一些菠菜，本来想着冬天吃的，让它长大一点，它种晚了，所有的菜都晚了一点点，季节就只有蒜跟那个葱还好。最近太冷了，把我菜都给冻死了。前2天把土都给冻住了，感觉今年真是比去年前年都要冷。我母亲的话，我觉得她性格是很坚韧、很乐观、很豁达的一个人。我知道她应该是很难，因为她一个人，然后3个孩子，但是她也不会让我们缺啥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她也不会跟我们去诉苦，有多怎么样。然后遇到一些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她都会鼓励我们去想办法，去解决。我想用那个厨余做一些酵素，后面可以用来做肥料。最近天气不好，这个蛋壳也没法晒干，就存着先。这就是一些平常的像水果、蔬菜。有的时候，前段时间那个天气热的话，那个有的时候那个面包会坏的，然后猫也不喜欢吃，丢在里面了。以前就是像说在大理生活，因为大理的生活它不稳定，它不像以前自己工作，然后每个月按时按点就领工资，差一天你还可以打电话问公司咋回事，怎么今天没到账，什么原因。但是等到你自己开始做点小生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上顿不接下顿，特别是在大理那种地方，会焦虑啊，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，下个月的生活费在哪里。但是好像当开始了解自己，了解这个世界，就慢慢的去了解佛法以后，你好像不会再有这种焦虑，一切都顺其自然，然后你会想办法去解决，而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更多的是一个是顺其自然，然后尽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，剩下的也不会太强求、太执着或者太焦虑。我觉得首先焦虑这一点就摆脱掉了，就几乎是没有什么焦虑的事情。对小孩就没有太精细。就是养的比较糙一点。孩子的教育我是不担心的，我们小时候环境还没那么好，不也照样过来了吗？而且我觉得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的陪伴，还有父母的榜样的力量。你只要有具备学习的能力，这个都是不担心的。最怕的是孩子的品行品行不好，没有学习的能力，我觉得这才是需要担心的。如果他本质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孩子也没有什么恶习，他也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，我觉得不需要担心，不用担心他未来会怎么样，顺其自然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就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好，快乐、善良，然后他有好奇心，愿意去体验这个世界，就更真实的认识自己。我觉得这就很好。我也不希望他当这个家那个家什么家，我觉得很难，那个需要天分，并不是说我怎么做就可以。
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就像这个地方的特色可能就是人的那个时间观念不是很强，然后他们不急，就是当你在生活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一点非常好，大家都每天都 bracco， 就是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但是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很不好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帮那家公司，帮他们去，现在已经采购了准备采购第二批了嘛。然后他们就特别慢，他们跟我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设备一停一天，我要花多少钱，多少欧。然后当你真的让他们催他们去赶紧去量个尺寸啊，或者是赶紧去确认一个那个拍个照片呀，把那个图纸给你拿来的时候，或者是让他付款的时候快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们今天他说，哎呀，今天早上起来可能喝完咖啡，然后中午要下班了，他说我下午给你，然后等到下午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很抱歉，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去的话，哎呀，那里排了点队，然后我又想再退出来，又怎么样，然后又错过了，他说我明天给你，然后等到明天的时候，他又说，哎呀，这个领导又休假去了，然后他说后天又是他一个同事，哎呀，做的没做好。然后再后天就1个礼拜就过去了，然后他说，我们周末休息。就是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说他很急，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急不急，就是他们的这种慢带到工作中，带到各个方面，所以你就只能去适应他们，就是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反正就是大家都不急。所谓的内卷在他们这好像就还没有开始，还不存在。他们不卷，他们4点钟下班的话，就像自己家开个小店，4点钟下班，有的时候我们3点半过去，门关上了，有的时候4点40他还没关门，你进去，然后他可能看心情，他可能会跟你说，我现在马上要下班了，我要走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他不会说我现在2分钟可能我能给你搞定的，我给你搞定。他说，我电脑关掉了，或者我这个收音机器关了，我怎么样，我要出去了，就这样。很多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不想挣钱，但其实他们是更注重自己，更注重自己的生活，他不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这个挣钱上面去。他想挣钱，他们也想挣钱，但他不会把所有的时间放到这个上面去。对呀，因为你不剪掉，它拿到里面去，里面好多泥巴，然后你剪到这的话，它就可以烂在这里。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吧。我们得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不然我们就只能是别人说啥跟着去这一榔头那一榔头，就会很盲目，或者说到头来可能到去世的那一刻，追求来追求去，发现那些东西都不是自己想要的。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还可以，谈不上说是别人梦想的生活，但我觉得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可能跟大家理解的梦想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，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平淡健康，有自己想要做的事，不迷茫，自己觉得舒服自在。我觉得一切都随缘，这也是我很少说主动的去哪里去结交朋友呀，或者是一定要跟谁待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就很舒服。如果有朋友来聚一聚，我觉得也很舒服，就各有各的好，每一种状态我觉得都挺好的，享受其中。很多人会觉得待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没有意思，没有朋友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必要的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太多的放在别人身上，
或者去看别人怎么生活，那样我们常常会忘了自己，忘了自己想要什么。